这会儿不管领导说什么，你都好好听着，别冲动，知道吗？少军同志牺牲了，但我们光悲痛不行。我们这次会是就黄耀宗暴力抗法事件的处理做一个内部调查。我希望同志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还原案件的真相。调查结果，院党组会向市委和省高院汇报。我作为这起案件执行的总指挥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导致少军同志牺牲，被执行人重伤，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今天是调查会，不是检讨会。等搞清楚事实，咱们再做结论也不迟。我看，还是先请在一线工作的同志们说说吧。麒麟，你这次表现得很勇敢，你先说说。各位领导，有音视频现场记录。我认为事实很清楚，这就是一起由于个别领导决断错误、指挥失误而导致的一场原本就可以避免的事故。个别领导，你指的谁？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说吧。少军同志呢，是为了我牺牲的。如果没有他，牺牲的人应该是我。少军走了，我还活着。有些话我不得不说。少军是为了救自己的同事，为了救被执行人而牺牲的，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。为什么不能给他申报烈士称号？如果连起码的荣誉都不能给他，怎么向生者交代？怎么让逝者安心？我知道，吉林同志有情绪，可能是冲着我。这里我首先表个态，为少军同志申报烈士称号，我个人绝对同意。只是有的同志提出，目前市里的核心区改造已经进入到了拆迁腾退的关键时期，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考虑到社会舆论和社会影响。我们心痛我们的同志，但我们不能感情用事，我们必须要以大局为重啊。还有，就是黄耀宗暴力抗法案，目前还没有出一个调查结果，也不能完全排除是意外事故的可能。如果确认是意外事故，那么很遗憾，少军同志就不能申报烈士称号。不能申报是吗？根据《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》第2章第8条，警察牺牲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评定为烈士：一、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，
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、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；二，抢险救灾或者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、集体财产、公民生命财产牺牲的。请问少军哪一条不符合？愿为时间预留空间。他是没有处置突发事件吗？还是没有拯救6条人命？麒麟，你先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如果不给少军申报烈士，我不服！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白马少年，这青葱。麒麟法官的意见不只代表他个人，也是我们执行2庭全体法官的意见。我们明确要求为少军同志申请烈士称号。在我们心里，少军就是烈士。肩并肩相牵，在我们心里，少军就是烈士。无惧深浅，脚步依然，坚持梦想，哪怕路遥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马月，楚云和麒麟刚才在会上的态度，其实我也明白，烈士认定的需要有关部门的确定，咱们院里也没有这个权利，他们就是觉得总得先去申报啊，所以他们刚才有些冲动，您消消气儿，我代他们给您道歉了。你不用给我道歉。你作为他们的领导，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你说话呀！您想听我真实想法吗？当然。我和他们的意见一样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为他们说话？少军同志在行动中为我们的同志、为被执行人壮烈牺牲。他不是烈士，他是什么？我们的法院，我们的执行局，保护被执行人，保护申请人，为什么不保护我们自己的同志？你立刻着手整理材料，向上级汇报，以我们青冈法院的名义，为少军同志申请烈士称号。大爷，听您这番话，当您的兵值了。英雄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我替他们谢谢你。
回来了。啊，吃饭吧。我不饿。这可能是我跟你做的最后一顿饭了，还是吃吧。我累了。我去过祖屋了。马文俊，沈思芳的事情，你还有多少没有告诉我的？他有那么多的钱，那么多的古玩字画，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不知道，但来路肯定不干净。那你呢？你是干净的吗？出轨有没有付出代价呀？有没有利益交换呀？这天底下就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给了人家多少好处？以权谋了多少私呢？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天底下两个对我最好的男人，真是笑话。是两个对我最狠的男人，一个丈夫，一个亲弟弟，都是骗子。王文俊，你说你让我怎么活呀？对不起。签字吧。非要这样吗？条件可以谈，但是婚必须得离。让你把条款修改一下，我净身出户。少军同志的牺牲，我们表示非常的痛心。因为我们青冈法院呢，失去了一位好法警，一位好同事。今天，我们就是来通知你，少军同志被有关部门正式追认为烈士。这是他应得的，也是他奋不顾身、英勇救人的肯定。谢谢。这是院里的慰问金。这是我们全院的工作人员的捐款，希望你能够收下，这表达了我们对少军同志的崇高敬意。
我不能收。这个钱你得收。这是给孩子的，如果将来孩子需要看病，有任何困难，随时找我们。没有困难。少君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虽然不在一起，但心都聚着呢。现在他走了，心散了，没有困难。我爸是英雄。你说什么？我爸是英雄。少君，你听见了吗？妈妈终于说话了。她说你是英雄。愿为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，这青葱郁郁从前。苍茫时刻，谢谢你们，人心最这2天难。辛苦你们了。有人初恋，我带少君回家。出现，肩并肩向前走，是怎样的一年？无惧深浅，脚步依然，坚持梦想，哪怕路遥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释然，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。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诚意只是永不再见。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希望你们端正态度，积极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涂镇长，我来之前，我老婆嘱咐我了，一定要好好配合你们，有什么交代什么。你说你，老婆还在月子里，你就这么干？你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那叫1人3命，一个家就完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这也是被逼的呀。最后这黄耀宗点了煤气罐，差点拉我们全当垫背的了，想想都后怕。黄耀宗现在怎么样了？3度烧伤，全身97%烧伤面积，现在人还在 ICU。那位警察，那位法警同志呢？为了救黄耀宗，牺牲了。啊！
今天约你们来，就是要知道你们4个人搬进黄耀宗家是谁的主意。黄耀宗让我们搬过去的。他说要是不搬过去就不支持他，首长。对，黄耀宗还说了，扛着不搬是那个李总的主意，说最后政府一定会答应我们的条件的。哪个李总？追光拆迁公司的李总。李博。对。李博是申请方，他让你们扛着不搬，你们确定你们没有搞错？肯定没搞错。黄耀宗还说了，听李总的话，当好李总的急先锋，就能成为大富翁。黄耀宗，黄耀宗是你亲弟吗？你怎么能把他往火坑里推呢？我也有弟弟，但我肯定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为了救你弟弟，我们法院有一名法警牺牲了，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。齐法官。事情闹这么大，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。万万没想到，一句没想到能弥补你所有的错误吗？你弟弟现在3度烧伤，还躺在医院里，没有脱离危险期。但他肯定会醒过来的。等他醒过来之后，他会把他知道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，你也跑不掉。我什么都没干，齐法官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。如果你说我弟弟是暴力抗法的话，那是他自己要这么干的。我早就提醒过他不要这么干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这样，你等他醒了以后，你好好问问他，我保证不见他，我肯定不跟他串供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问，你是不是拆迁公司的股东？是啊。那你为什么要怂恿那几个人跟你弟一块去当钉子户？你可以不说话，但你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。齐法官，齐法官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李博让我们干的，是李博的意思。他说了，说你们执行局就是走走过场。只要我们扛住了，那以后我们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，以后我们说了算。李博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什么你都信吗？我当然得相信了，因为总指挥是马文俊呐。李博说了，关键时刻马文俊一定会下令撤退的。秦红是谁？您知道吗？秦红是马文俊的初恋情人呐。那秦红跟我们拆迁公司什么关系？齐法官，我们昌盛村一共就占了20%的股份。他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什么都清清楚楚的。李博把我们1半的股份分给了他，秦红等于占了10%的股份，那是在吃我的肉啊！回头他又拿了1半给朱庆芬，朱庆芬是谁呀？朱庆芬是马文俊的亲妈呀，这回什么关系？你清楚了吗？你说我能不听他们的吗？你好，我是麒麟。贾小飞落网了。贾小飞，你暴力袭击麒麟跟方强，是谁指使的？没人指使。贾小飞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我们现在给你机会，希望你主动交代，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就没有证据。我再问你，殴打郑之夏，
是你干的吧？郑之夏，谁呀？我不认识。破坏赛车的刹车系统，敲诈黄池，胁迫郑之夏、黄春香搬离昌盛村。这些事儿都是谁干的？警官，你说的这些事儿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夏小飞，你想好了，现在交代清楚是在帮你自己。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，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交代就能逃避法律的制裁。是不是给我的刹车做手脚了？不会，我可不干。除了给刹车做手脚以外，还能做什么？啊？你以为我是黄池啊？没有了刹车就往墙上撞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刹车我照样开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臭生！江小飞，你刚才看到的。只是我们掌握众多证据当中的一个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现在再问你一遍，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，是李博指使的。回来了，姑妈。到我的酒吧来不喝酒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们聊吧。谢谢总师。约我到这儿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今天见了黄耀总，他跟我交代了几个情况，我很震惊。黄耀宗暴力抗法，确实是李博授意。我想弄明白，追光拆迁公司跟暴力抗法的钉子户为什么会勾结在一起？申请人和被执行人怎么就成了同盟者？答案只有一个：他们有共同利益。一旦我们执行失败，
追光拆迁公司就可以向政府开出更多的条件，索要更多的补偿。那我们尽快搜集证据，要求再审。还有一件事儿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，马文俊和追光拆迁公司有关系。你说什么？黄耀祖说，追光拆迁公司有10%的股份是秦红的。秦红？对，就是那个开博物馆的秦红。黄耀祖还说，秦红把这10%的股份分了一半给朱庆芬。朱庆芬是马文俊的母亲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是我写的材料，我准备实名向上级反映。你干嘛？松手！谢谢你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牺牲我一个人的前途就够了。那你为什么约我？如果我闭嘴了，得有人知道事实真相。秦岭，你信任我，我也信任你。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，是我们的职责。这个字，我必须签。马院长，您请喝水。兰兰，麻烦你回避一下，有些话我要单独跟青红说。我问你，追光拆迁公司是不是有我5%的股份？怎么了？回答我，有还是没有？有，但合同上是朱庆芬的名字，由你母亲代持。代什么持？凭什么让我母亲代持？这事情还有谁知道？李博、黄耀祖，
所有股东都知道。秦红，你从一开始就在挖坑设计我。你帮我入局，我秦红不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有好处各得50%，我做人一向清清爽爽。你清爽？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黄耀宗已经自首了，接下来法院会知道，接下来纪委会知道，全都知道了。你别担心，你一切都是按程序办的。阿姨吃过的事儿，是我一手操办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行了行了，别跟我玩这套流氓假账。接下来我有什么样的后果，我很清楚。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来找你，有件事情，你必须按我说的办。什么事儿？明天你就带着你表妹去医院把孩子做了。我想你也不希望这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坐牢的爹吧？该收场了。没这个必要。还想让我跪下来求你是吗？马文俊，从始至终就没有这个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表妹怀孕的事儿是我编的。那天我的确在你酒里下了安眠药。连照片都是我摆拍的。医学证明，也是我找人做的假。秦红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是要谁呀？你才会死心塌地的帮我？对不起，文俊，我太想成功了，但是没有你的帮助，我在秦岗什么都做不成。我会去自首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。晚了，彻底晚了！你这张嘴，骗人的鬼！我永远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。什么都别说，跑！你说什么？跑！像董明一样，快跑！妈，我爸呢？在书房呢。哎，你吃饭了吗？要帮你热饭吗？
进来。爸，小云，我想跟您谈谈。好啊，来，坐下谈。你要谈什么？我有个同事叫麒麟，麒麟我知道啊，你跟我说起过。有些情况，我想跟您说一下。私事啊？这麒麟以前是刑庭的吧？后来到你们这儿做员额法官，到期了你也没放走他，说明你对他印象不错，是这样吗？我要跟您谈的是公事。公事。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该不该跟您说。以下的话，我可能越级了，但我还是想让您知道。不着急，慢慢说。近1年，我们执行2庭执行了几个案子，都或多或少的与晨光广场的项目有关，而且还发生了一些令人奇怪的事。晨光广场的项目是您主抓主管的，所以我想向您汇报一下这些案子。什么奇怪的事？从最开始的永康健身器材厂欠薪案，到后来的黄池欠款案，还有网红政治下的拆迁腾退案，以及最近刚刚发生的黄耀宗暴力抗法拒不腾退案。这些案子都有2个共同点：一，他们的代理律师都是穆子峰。穆子峰？是的。2，这些案子的最终受益人都是晨光广场项目的主要开发商启伦集团。陈启伦？是的，我们最近在执行黄耀宗拆迁腾退案的时候，牺牲了1名法警。事后，根据黄耀宗的交代，追光拆迁公司的股东中有马文俊的利害关系人。马副院长？是。根据这些线索，麒麟认为马文俊与这些拆迁腾退案有关。怀疑干部，而且还是你们法院的领导。小云，这种话不能乱说呀，是要负责任的。我知道。这个是齐法官写的材料，我也不知道给您合不合适，就当我谋一次私吧。如果这份材料里的情况属实，那么马文俊副院长涉嫌重大职务犯罪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怀疑是错的。还要向您声明一点，这份材料里我签了名。你为什么要签名？我认为齐法官的举报属实，我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责任。这份材料我们会交到市纪委。